明天去我姐家，中午不回来吃饭了，你自己解决吧。战役，你点菜。咱们常来，跟老板说老几样吧。不换换新鲜的？他嘴巴刁，换了未必能吃得下，我也是老几样吧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念生，多吃点，吃饱一点。从洗手间里出来，战印忽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他说去他姐姐家里，是骗我的。战役，你今天有点怪啊，怎么老是吃，一句话都不说的？我饿了。你不是有老婆的人吗？还能让你饿着？早餐不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和他不过是挂名夫妻，偶尔做做样子给我奶奶看看的。平时装的也太像了吧，简直就像模范夫妻，我差点都信了，还想着要不要也去闪婚一个老婆回来呢。东明，你是不知道的，在公司里，他呀经常在我面前秀恩爱，喂我满嘴的狗粮。我本来觉得单身挺好的，被他喂狗粮喂的多了，都差点要去征婚结束单身了。那你赶紧去，以你的条件，征婚启事一出，多的是女人来应征。我去我奶奶的咖啡厅里坐坐，你们慢慢吃。我们俩也吃饱了，陪你一起过去。东明，你有没有觉得战印今天怪怪的？不，来的时候他还是很正常的，表情是没有那么冷漠的。我觉得他是去了洗手间后就变了。你真想知道原因，何不直接问战印？算了，不问了，看他现在心情不好的样子，我问也问不出来。要我说，就是你多心了。战印的脾性一向如此，咱们跟他那是多少年的老友了，你还不知道他？好，我马上回公司。海彤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公司有事，我得提前回去了。没事，念生，你有事情要去处理，赶紧去。我和你姐去旁边的咖啡厅坐坐。少爷，大少奶奶也来了。阿印，需要我和苏南避开吗？他又不认识你们俩，你不去跟他打声招呼？他有他的朋友圈子，他的朋友我也不熟，没必要去打招呼。小军都3点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得去我姐家里看看。行，等会儿咱们去超市一趟，我买点水果，买2样玩具，我跟你一起去你姐家里。不想回家，看到我妈那张后娘脸，我就不想回去。谁叫你在段家宴会上往地上一躺的，把你自己的脸都丢了，还丢了你姑姑的脸，阿姨不生气才怪呢。丢脸就丢脸呗，省得我妈和我姑总以为我国色天香，绝代风华，能当皇后娘娘呢。现在他们死了这条心，我耳根子才能清净。咦，海彤，你看看那张桌子前坐着的3个人，有一个人是不是你家战先生？真是他，要不要过去打声招呼？他和朋友在一起，我和他的朋友都不熟，就这样过去打招呼不太好吧？那咱们悄悄地溜了。看到海彤装着没有看到他的样子，招呼都不打，战印在心里冷哼，就算过来打招呼，我也不会搭理你的。我怎么有一种做贼的感觉？谁叫你不过去和战先生打招呼，偷溜不就像做贼？他那表情冷冰冰的，我怕我过去打招呼，他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，我就尴尬了。我们快走吧。怎么了？我姐那个大姑姐的车子停在这里，准是她又来找我姐的麻烦了。她那个大姑姐绝对是个极品中的极品，跟我老家那些亲戚有的一拼。咱们赶紧上去，要是她欺负海玲姐，咱俩联手把她轰出来。海玲，你要是一直这样和红林冷战下去，小心有其他女人趁虚而入。我们家红林年轻有为，长相呢也不差，看上去就像个未婚的帅小伙，外头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就喜欢他这种成熟，事业也算有成的男人。洋洋，你想爸爸吗？爸爸上班。海玲，你看洋洋几天没有看到爸爸，都感情淡漠了，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可不好。男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缺失父爱的，很多事情得让爸爸来教他怎么做的。就算周红林在家里，你们见过他带孩子吗？孩子是我们2个人的，但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，他不照顾就算了，连陪孩子玩耍都没有。周末闲在家里，就是捧着手机在跟人聊天，要不就是在刷视频，笑成个傻子都不想和儿子玩一下。他这样的爸爸，杨洋能跟他感情深厚吗？红林平时不是工作忙吗？他周末休息在家，也是想放松放松的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是周红林的家，他是断了腿还是不认识路了？自己不会回来，非要我姐去接他，谁给他的脸了？我是不会去接红林回来的，他要回来就回来，不想回来就只能拜托妈和姐继续照顾他了。行，我回去叫红玲自己回来。海玲，红玲回来了，你们夫妻俩别再吵架，更不要打架了哈。红玲在外面有体面的工作，她是要面子的，你把她打成那样，她见不得人，不能上班，工资就少了，吃亏的还是你们这个小家。他以前1个月只给我3000元的生活费，多1分都不愿意再给，现在 AA 制了，他只给我1500，
1500不过是养着杨洋而已，他工资多与少与我真没什么关系了。妈，我们走吧。妈，你说海彤那个闪婚老公在大集团上班，工资是不是很高？海彤自从嫁给他后，每次过来都大包小包的。刚才我瞟了2眼，他买来的那些水果都是很贵的那种呢。你想想你弟的收入，海彤的丈夫还是在战氏集团上班。你弟说了，战氏集团是宛城的第1大集团，能进去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你弟还说以他的能力都未必能进战氏集团上班呢。可见海彤的丈夫是个有本事的，收入只会比你弟弟多，不会少的。他向来对他姐极好，现在红玲不给钱让海玲花了，他不就得帮衬着他姐姐了？如今他和那位战先生才新婚燕尔的，对方自然肯为他花钱，但他要是老帮衬着他姐，钱都花到他姐身上，那个姓战的肯定有意见的。谁乐意看到老婆总帮着娘家人的？等着看吧，海彤很快就会被她老公抛弃的。这样的败家娘们，谁家都不乐意啊！回去后跟红玲说，千万别再给海玲钱，就让海玲向她妹妹要钱，让海彤失去她丈夫的欢心。看她还嚣张不？就她那店还是与人合伙的，能赚多少钱？海玲现在这般硬气，不就是想到有海彤给她撑腰吗？等她连累了自己妹妹后，有她哭的时候。那天去了书店找海彤，我就想过要不要去战氏集团找一下战先生，跟他说说海彤的事，让他小心点，别被海彤骗光了所有钱。妈当时也是这样想的，考虑到你弟还不打算和海玲离婚，我才忍着没有去找战先生投诉海彤。我看红玲对海玲是真的没有感情了，你看她对那个叶小姐好的不得了。叶小姐，我瞧着也很好呀，又是和红林一起做事的。妈，要不就让红林不要海玲了，娶那个叶小姐吧。至于周阳，就让叶小姐照顾，她明知道红林有个孩子的，还愿意跟着红林，就有当后妈的心理准备。叶小姐家里的情况我了解过了，她上面有2个哥哥呢，虽说家里条件不如我们家，但娘家给力的，娶进门来，万一我和她合不来，我和你爸的老年生活怎么办？我还担心一点，红玲现在都对叶家你千依百顺的，那个丫头也鬼精，始终没有和红玲发生关系，越是得不到的越想得到，她把红林的胃口吊得高高的。算了，那是红林和海玲的事，就由着他们夫妻折腾去吧。只要红林能一直瞒着海玲，不被海玲发现，我也懒得管他的破事儿了。男人就是没有一个靠得住的，有点本事了，外面就彩旗飘起来。彤彤、小军，你们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？海玲姐，就是一些水果，一点零食，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姐，周红英说的话你留意一下。什么话？她说姐要是再和姐夫冷战下去，小心别的女人趁虚而入。她这话里有话，说不定我姐夫在外面真有人了呢。姐，你留意一下，他要是真的出轨了，你收集好证据，再向他提出离婚，婚后财产该争的都要争一争，不能便宜了他们。他的事我现在先不管，找到工作再说吧。我就是提醒姐一声，找工作的事姐也别太着急。彤彤，战印今天还要上班？不用，他每个周末都双休的，现在应该是和他的朋友们聚会了吧。明天你不用来姐这里，抽点时间陪陪战印吧。姐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战家哪儿不是不可以离婚吗？我是例外，我和海彤的婚姻你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算我要离婚，我奶奶也不能说我什么，其他人更不会说我，知道我委屈，以后别叫她总裁夫人，她还不配。前2天还穿着你老婆送给你的衣服回公司秀了一整天呢，今天就变脸了，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，我没空和他吵架，走吧，去我家酒店喝2杯。行，我们俩今天舍命陪君子，你想喝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俩都奉陪。可曾在咖啡厅里看到过大少奶奶？大少爷不是未婚吗？瞧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不行，想有孙媳妇想疯了，以为阿印结婚了。你把店里今天的监控视频都发给我看看。海彤，你和战先生的家真心宽敞明亮，采光极好，我最喜欢你们家这个阳台了，闲时坐在阳台看看书，赏赏花，感觉舒心惬意。这些花有一小部分是我买回来的，其余的都是战印买的，也不知道他去哪个花店挑的花，养得特别好，开的花又大又好看。你帮我问问他是在哪里买的，我也去那家花店买上10几盆放到我家2楼的阳台上。那个我是待嫁的，
你家先生又喝了酒，我送他回来。又是你呀，谢谢你送我先生回来。怎么又喝酒了？喝了多少？要你管。你喝多了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回房洗洗睡吧。你今天真去你姐姐家里了？是去我姐姐家里了呀。海童，我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。我坦白什么？我又没有做错事。战印，你今晚发什么神经？有话你就不能直白的说，拐弯抹角的，谁知道你想说什么？我去我姐姐家。怎么想起来了？你和张念生在实的是福餐馆里吃饭，你们俩有说有笑，亲热的比咱们俩还像夫妻。海童，我说过，在我们协议婚姻期内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别给我戴绿帽子。我的忍耐性是有限的，再有下次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看到我和张念生吃饭了，就没有看到小军也在场吗？你的思想怎么那样的黑暗？把我和念生想成什么了？他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一直把他当成弟弟来看待。我们的确是有说有笑的，毕竟有10几年的交情在。他从认识我开始就跟着我身后，姐姐长姐姐短的，与他相处比和你在一起时更轻松更欢乐。战印，我说过我不会找下家，我和张念生也是清清白白的，你爱信不信，我也用不着向你反复解释。你说过的，在我不给你戴绿帽子的前提下，咱们的私生活互不干涉。海童解释完后转身就走，不想再搭理这个自大狂。第二天战印饿醒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，走出房间并没有看到海童的身影。大少爷，有话就说。大少奶奶今早很早就出门了，出门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以后她去哪里去做什么都不用跟我说，回豪庭别墅去。老板，早呀？不早了，我刚吃完中午饭。怎么了？下午有节目吗？战运，今天的太阳从西边升起来的吗？你居然会主动问我有没有节目？怎么星期天不用陪你老婆？她只要休息都是去她姐姐家里帮忙带孩子，要不就和她的好闺蜜逛街，不用我陪她。我打电话问一下东明，看看他有什么计划，再通知你。海童一整天都在店里编织工艺品，回到家后把招财猫和那条龙放在了茶几上，便回房睡觉。战印一夜未归，海童也没有打电话给他。第二天早早就出门了，在楼下的停车位看到了战印那辆车。半晌，海童掏出手机给战印发了个信息就走了。海童，你来了。我姐和洋洋起来了吗？你姐在厨房里准备早餐，洋洋还没有起来。亲爱的，不用吃早餐，我等会儿去宛城大酒店给你打包美味的早餐，比你平时吃的路边摊好吃。你回家了吧？回来了，这是我买的房子，我在还的房贷，房子是我的，我凭什么不住？你们住的那套房子，房产证上可有写你老婆的名字？没有，我婚前就买的，没有加她的名字。以后咱们在一起了，我把你的名字加上去。先不说了，亲爱的，咱们公司见。海玲，我先去上班不吃饭了，周一容易堵车，早点出门。中午我有饭局，也不能回来吃饭，你和洋洋吃就行。见没人回他，周红林尴尬的走了。周经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说我给你打包过去吗？在外面叫我红林，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。既然你过来了，那咱们就在酒店吃饱了再回公司。怎么样？惊喜不？惊喜。万一被人看到，传到你老婆耳里，我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了。红林，你说你真的爱我，你就忍心让我当小三吗？我的心肝宝贝，我哪舍得让你受委屈？放心吧，我会和海林离婚的。明年我儿子上幼儿园了，我立即就和海林离婚。还要等到明年呀？要不我匿名发些暧昧的相片给你老婆，让你老婆先跟你闹，然后你趁势离婚。不过红林，你不能分财产给他，让他净身出户。婚后他没有上班，没有收入，靠着我养的，家里什么都是我的钱买的，他有什么资格跟我分财产？只要我和他离婚，他绝对是净身出户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时候一群保镖簇拥着一个男人从酒店里出来。那是谁呀？排场好大呀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宛城大酒店。这间酒店是战氏集团旗下的，放眼宛城，排场那么大的人，也只有战家大少爷了，可惜看不到他本人了。战大少爷在咱们宛城简直就是神一样的人物，也不知道这样的男人，哪家闺秀能征服他？管他呢，走吧，我们去吃早餐。大少爷，刚才在酒店门口，我看到了大少奶奶的姐夫，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并不是大少奶奶的姐姐。说了，他的事与我无关。说完拿出手机，还看到了海童发来的信息。战印手指动了动，并不是回复海童，而是把海童删了。彤彤，今天你还去接你家那位过来吃饭吗？我在家里带了些新鲜的海鲜过来，咱们中午就吃海鲜大餐。战先生要是过来吃饭，我多放点米。就算我叫他，他估计也不会过来。小军，我和战印好像是冷战了。你们俩怎么会冷战的？最近不是处得挺好的吗？战先生为了让你吃好，
还特意让宛城酒店的人给你送饭呢。还不是周六那天中午我请你和念生吃饭，可能被他看到了吧，我都没有看到他，他硬说我是把念生当成了下家，说我给他戴绿帽子，把我气得半死。他当时看到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了吗？怎么不跟我们打招呼的？还有我这么大个人坐在那里，他也看不到，就只看到你和念生了。我也是那样说的，我说小军还在呢，我是和我朋友一起吃饭。彤彤，战先生会不会怀疑我是牵线的那个人？你可得解释清楚，免得战先生以为我是个拉红线的人，我冤呀。我解释了，他只相信他眼睛看到的。昨晚他一夜未归，今早给他发信息，他也不回复我。我想我们这就是别人说的冷战吧。可能是他还没有看到你发的信息，你再发一次看看。海童沉默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拿起手机发信息。彤彤，你脸色好难看，是不是战先生回复了？不用管他，你就做我们几个人的饭菜就行了，他吃不吃那是他的事，饿不死他。他删除了我，我一气之下也删了他，还把他的电话都拉黑了，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起他。小军，你还是好好的找个靠谱的男人谈上几年再结婚，别像我这样闪婚个祖宗回来，供着敬着还老是得罪他。我心情不好，我带杨洋去逛商场，拿他给我的生活费的那张卡去刷爆他。你去吧，我做饭。战印正在开会，所有人的手机都是调为静音的，唯独他的手机能响。他收到了消费信息时，拿出手机看了2眼，一下子花了2万多，难道他知道了我删除了他，来了气，故意去买东西气我？不得不说，战印真是会猜，他猜中了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？我跟海童闹翻了。为什么？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，从周六中午吃完饭后，你就开始变了。总算承认你和海童吵架了吧？你说出原因来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有什么好分析的？我亲眼看到他和其他男人吃饭，看到他笑着给那个男人夹菜。我是他丈夫，哪怕是名义上的丈夫，他对我都没那么好呢。他出轨？不是，老板，你就算亲眼看到海童和别的男人吃饭，给别的男人夹菜，那个男人是他什么人？你得弄清楚呀，万一是亲戚关系呢？张念生。张念生是谁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张氏集团张总的儿子，现在在张氏集团磨练的。我先分析分析。张念生的亲妈姓沈，夫人最好的朋友也姓沈。张念生是沈小军的表弟。对，他们俩是表姐弟，夫人跟沈小姐是好姐妹，肯定早就认识张念生的了。他又比张念生大几岁吧，说不定他只是把张念生当成弟弟看待。他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当弟弟也当不成弟弟。张念生暗恋海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男人，男人的直觉告诉我，张念生暗恋海童还不是1天2天的事。周六你看到他和张念生吃饭，就只有他们2个人，还有沈小军。那不就是了，又不是只有2个人，是3个人一起吃饭。至于你说他给张念生夹菜，说不定是那盘菜离张念生有点远，他才给他夹的菜呢。战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吃醋？你对你那个闪婚妻是越来越在乎了吧？战印一脸黑，起身走人。回到办公室，战印想了很长时间，才拉下脸给海通打电话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还把我拉黑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以为你去接战印过来一起吃饭。我是去他公司了，他中午没空呀，要和客户一起吃饭。好吧，赶紧吃饭吧。慢点开，别超过前面那辆轿车。前面那辆车是大少奶奶的吧？就你知道的多。大少爷，今晚回哪里？回豪庭别墅去吧，但我等。快到一个路口的时候，路边几个青年忽然呼啦啦的冲出来，海豚马上紧急刹车。是你想死是吧？知不知道你那样冲出来，我要是刹车不及，你就没了。是我怎么样？海童，你有钱买新车，不见你帮奶奶交医药费。你知道奶奶这次住院花了多少钱吗？她花了多少钱与我无关。早在他们用钱买断婆孙情的时候，就说过生不用我们养，死不用我们葬的。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记忆呢，不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事的。回头看看我发的微博，或者问问你的爸妈。话音刚落，海志清一棍就朝海童敲打而来。海童早有防备，都别动！告诉你们，姐可是学过散打的，别自讨苦吃。海童，我要告你故意伤害罪，让叔叔把你抓进去，还要赔偿我医药费。我这是正当防卫，你去告啊，看看到最后是谁进去。你有证据证明你是正当防卫吗？海志清，你连行车记录仪都不知道吗？你刚才威胁我的嚣张话语都被录下来了，还有你们先向我动手的，这里到处都是监控呢。你想怎么样？报警！姐，海童姐，咱们就是闹着玩的，你别报警，不用报警的，大不了我们向你道歉。你不是说要报警抓我的吗？不是说要告我的吗？不是说要让我赔偿你医药费吗？我主动帮你报警，你该感谢我。
我爸妈说你就是个心狠的，无情无义，果然是真的，没有骂错你。对，我是心狠的，无情无义的。你们有情有义吗？当年你爸妈他们是怎么对我了？你以前不知道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别以为过去了，我就可以放下不计较。他们怎么对我的，我都记着，记一辈子。我劝你们最好老实的待在这里，等着警察叔叔来解救你们，讨了罪加一等。战印知道海童练过散打，看到海童完全占了上风，也放心了。走吧。在明苑花园住得好好的，怎么又搬回来住了？我还是习惯住在这里。是不是和海童吵架了？我是个有风度的人，不会和他计较。海童做了什么事，让你不回明苑花园？没做什么。阿印，你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，在这个家里，论谁最了解你，非奶奶莫属。你们夫妻俩没闹矛盾，你不可能跑回来住。海童到底做了什么事？你不说也无妨，等会儿奶奶去他的店里问问他便知道了。奶奶说过了，你不能插手管我和海童婚后的任何事情。奶奶不插手管，奶奶就是关心，想知道你们俩怎么了。你是个高傲的人，自尊心强，又装穷隐婚。海童压根儿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就算你错了，你也不会轻易低头道歉。这个时候你需要奶奶来当个推手，帮你们缓和一下僵冷的关系。也就是一点误会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奶奶不用担心，也不用去问海童，我过几天就回明苑花园。真没问题？没问题。行，奶奶相信你。你既然说没问题，那就没问题。奶奶就算去找我孙媳妇，也不会问她的，给你留点面子。我需要奶奶给我留什么面子？阿印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理应能屈能伸。况且你和海童是夫妻俩，要过一辈子的，有什么坎是迈不过去的？我和海童签了半年协议，在这半年内彼此间没有爱上对方，便离婚。奶奶不用替他不知，我至今没有碰过他，他还是清清白白的。我们一直隐婚，知道我们结了婚的人并没有几个。离婚后对他的伤害也能降到最低。还有，我答应把明苑花园的那套房以及那辆车给他，不会让他净身出户的。你这个混小子！奶奶该知道强扭的瓜不会甜。奶奶要报恩，我是奶奶养大的，奶奶让我娶她替你报恩，我都照做了。我跟奶奶说好的，就是奶奶不能插手我们婚后生活。领证那天我也跟奶奶说过，总要考察过她的人品，看她值不值得我付出一生，不值得就半年结束。就你这臭脾气，哪怕你真爱上了海童，也是硬着脖子不承认的。算了，我不气，当初逼着你娶海童，是奶奶错了。你说的对，强扭的瓜不会甜，你爱咋样就咋样吧。用你的话说，你们处于隐婚状态，知道你们结婚的人不多，离婚后对海童的伤害能降到最低。但愿你不后悔，但愿你将来不用来求奶奶帮你说情。你帮我叫司机开车出来，我现在就走。奶奶，用过早餐再走吧。奶奶看着你这张脸就吃不下去，我去海童店里吃，对着我孙媳妇的脸，我能吃2碗饭。那我让明叔打包好早餐，奶奶带着过去和海童一起吃。让明叔多装一点，海童胃口好，还有小军丫头也在，有他们俩陪着，我觉得我能吃下满汉全席。行，我还是跟我孙媳妇说一声，免得她自己打包了早餐。奶奶，你还没有起床呀？奶奶以为你起来了。昨晚睡得晚，今天就多睡了会儿。奶奶，你在哪里？奶奶在外面，准备去你店里和你一起吃早餐。对了，彤彤，你不用打包早餐了，奶奶打包了3份早餐，带过去和你还有军丫头一起吃。行，那奶奶在店里等我，我很快就过去接你。这样看着奶奶做什么？想让奶奶问海童什么问题？电话都挂断了，我说还有用吗？你刚才怎么不说？看看你就是这样子，死鸭子嘴硬，想说什么想问什么，嘴皮子动一动不就问出来了，非要板着张脸抿紧唇，好像你这张嘴生来是不会说话似的。说吧，你想问海童什么？奶奶等会儿见了他帮你问问。我就是想知道他昨晚几点回来的。他昨晚出了点意外。什么意外？被一班小混混半路拦车，小混混想打他，不过被他反击了，最后派出所把小混混连同他一起带走了吧。你看到了是吧？看到还不出手是吧？战印，就算你不爱海童，看到他遇到危险，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呀。哪怕是个陌生人，你也该见义勇为，更不要说那是你的妻子。他身手好得很，我想英雄救美都没机会。哈哈哈，阿印呀，是奶奶错怪你了。海童是学过散打的，身手是挺好的，对付一般的小混混
10个8个都不成问题。奶奶建议你呀，下次看到海童有难时，别看他需不需要帮忙，赶紧去帮忙就是，最好还受点伤，那样海童会愧疚，对你非常好的。追妻总是要耍点小心机的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你的真心。奶奶，我不追妻。行，你不追妻你就嘴硬吧，有你求奶奶的时候，奶奶先走。要是吃早餐时没有胃口，学学你奶奶我，奶奶的方法还是很管用的。奶奶吃的盐多过你吃饭。